Hello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。如果说，2023年的日本武士队是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完美，那么我们认为2026年的他们即将定义什么叫做绝望。今天我们就要为你深入剖析这一支被誉为史上最强的日本队，并且揭示我们为台湾队拟定了一套制胜蓝图。你看，一边是卫冕冠军日本队，他们正处于国家棒球史上的一个黄金全盛期，打线破坏力堪称史诗级，真的。但另一边是我们台湾队，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投手文艺复兴，整个投手战力可以说是呈现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。所以我们这次分析的目标就很明确了，如何在保留王牌的前提下，用最精密的战术布局去博取那一线生机。那我们就来解构这一切。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。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，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，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。感谢支持。这支日本队的威胁是从大联盟全面扩散开来的，然后站在顶点的当然就是大谷翔平。他在2025赛季交出来的那个55轰59盗，老实说这已经不像人类的数据了啦。而且你得记住，在经典赛他会以指定打击的身份出赛，这就代表他完全不用分心去投球，可以把所有的能量100%灌注在打击跟跑垒上面。你要投给他吗？他可能会把那颗球直接打到外太空。那你要保送他吗？他会用那双快腿瞬间把自己变成得分位置的跑者。所以光是一个大谷就够让人头痛了。但他的身后还有那个同样在大联盟发光发热的铃木诚也，他在芝加哥小熊队的表现是越来越好。没错，他在2025年敲出了32支全垒打，然后还有一个数据 OPS Plus 高达130，他的攻击火力比整个大联盟的平均打者要高出整整30%。他的存在完美平衡了日本队的左打部队，是右打区的定海神针。而且我永远忘不了2023年那个对墨西哥的全垒打吉田正尚，当时在电视机前真的觉得心脏都停了。他就是有那种天生属于大场面的气场。虽然他去年数据有些起伏，但他依然是板凳上一张最可怕的王牌。他的那个挥棒机制让他不容易被三振，这在关键时刻你需要推进或是追分的时候，那个价值是无法衡量的。再加上攻守两端都充满能量的 Lars Nootbaar， 虽然他账面数据不是最顶尖，但他超过30%的上垒率，还有那个感染力，是那种能让整个战术活起来的球员，而不只是一个棋子。听起来光是这几个大联盟球员就够棘手了，但这几年真正让人感到深不见底的，好像是他们国内不断冒出来的新人吧。特别是2025年的央联 MVP 佐藤辉明啊，佐藤辉明，我看到他的数据是真的吓一大跳。甲子园呢，那个有名的投手天堂，硬是轰出了40发全垒打。除了他，还有冈本和真以及春神村上宗隆，这两位的火力在我们的数据模型里也是顶级的。冈本和真虽然因伤只打了69场，但 OPS 高达 1.014， 效率惊人。而村上宗隆56场比赛就超了22轰，如果换算成完整赛季，那是接近单季60轰的恐怖节奏哎。这三个人任何一个在别的国家都能当第4棒，但在日本他们却要竞争先发位置。这真的是，这是监督幸福的烦恼，却是对手真实的噩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逐一拆解这份我们预测的先发名单。这套攻击极大化的阵容，光看名字就让人窒息。这份打线的安排完备体现了从第一局就要摧毁你的思维。开路先锋第1棒中外野手 Lars Nootbaar， 用他的耐心选球撕开对方的防线。喜欢这支影片吗？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。接着第2棒指定打击大谷翔平，把最强的核弹头放在第2棒，这个安排真的很大胆，目的就是要最大化他的打击次数。第3棒右外野手铃木诚也连接左右打线。第4棒三垒手就是刚刚提到的新科 MVP 佐藤辉明。第5棒一垒手冈本和真，然后第6棒
左外野手森下响太。他让这个打线的后段也充满了长打威胁。第7棒二垒手樱木秀武是后段棒次的隐形杀手。再来是第8棒的捕手坂本诚志郎，他有一项惊人的数据，高达18.3分的 framing， 就是投好球的能力。他是投手最安定的后盾。最后第9棒游击手原田重亮，顶级守备，任务就是把球接好，然后把棒次顺利轮回给 Nootbaar 跟大谷。这真的是一条从头到尾都没有喘息的打线。面对这样一支队伍，你手上的牌到底该怎么出？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揭晓的，我们为台湾队拟定的作战计划。首先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，把所有王牌都压在这场比赛，那是赌徒的行为，风险太高了。在分组赛制中，对向韩国与澳洲的比赛才是真正攸关晋级的生死战。因此我们提出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只有一条：保留王牌，伺机而动。策略性的资源分配，就是我们的3张王牌古林睿煬、徐若曦、邓凯威。这3位拥有顶级压制力的投手必须完好无损地保留给韩国与澳洲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玩疯绿本，而是要彻底破坏他们的节奏。好，这听起来非常令人兴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投手车轮战的具体布局。计划的第1步，开局的1到3局，我们推出的先发投手是迷幻左腕林玉敏。你看看日本队前段棒次有谁？ Nootbaar 是左打，大谷翔平是左打，第4棒的佐藤辉明也是左打。这就是针对性的布局，而且他的秘密武器是在旅美期间磨练出的那颗极品变速球。但只靠一颗变速球真的能压制住像大谷这样的怪物吗？他在大联盟看过的顶级变速球投手应该不少吧？我们不要求林玉明投满5-6局，他的任务非常明确，用40到50球专心解决第1轮的打线，用左投的出手角度去干扰大谷，再用那个变速球去吊力量型的右打者。完全正确。他就像一团迷雾，让日本队的重炮有力也无处可使。当日本队的打者刚开始觉得自己摸索到林玉明的，但只靠一颗变速球真的能压制住像大谷这样的怪物吗？换上郑豪均，这背后的思维是什么？制造极端的视觉速差。你想想看，打者前3局看的都是左投手，看的是速度不快但角度刁钻的变化球，突然之间投手丘上换存一个右投手，而且是能轻松飙出超过150公里刚猛速球的火球男。这简直是从慢舞音乐直接切换到重金属摇滚呢！就是要这个效果。你想想看，打者的大脑刚习惯了130公里的变速球，突然之间他要面对的是一颗155公里从完全不同角度飞来的活球，节奏会完全被打乱。对，这种剧烈的视觉速差就是要彻底破坏他们的击球节奏。而且郑浩均2025年 WHIP 只有 0.90， 这至关重要。面对日本队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轻易堆积垒包。心理战的层面我完全理解了。好，比赛进入后段，关键的第7局，我们需要一把最稳定的锁。计划中的人选是朱承阳。朱承阳在2025年出赛51场，防御率是惊人的 1.25。他是我们牛棚中最稳定的投手之一耶。在这个节骨眼，你不需要他投出3连 K， 你需要的是他能干净利落地收下3个出局数，不给对手任何反扑的火苗。接着是危机四伏的第8局，这时候日本队的打线很可能又轮回到大谷和佐藤，这时候经验和心脏就比球速更重要了。我们派上的是陈冠宇。我还记得当年看陈冠宇在日本投球，他就是有办法在满垒危机时让打者打成软弱的滚地球解围，那种强心脏不是数据能衡量的。他的任务就是针对性的手术刀式切割，如果垒上有人，他就是上来处理危机的拆弹专家。他是教练团手上的一张万能鬼牌。最后终局的第9局，这最后一里路我们交给最熟悉日本棒球的人
宋家豪。他常年身处日职一军那个高张力的战场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日本打者的习性与弱点。在这种数万人鼓噪的国际赛场，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有时候甚至大于技术本身。而且我们的牛棚深度是足够的，还有备案。如果宋家豪状况不稳，2025年的救援王防御率只有1.97的林诗响，随时都能接手。面对如日中天的武士队，我们不卑不亢，我们承认对手的强大，但我们不畏惧，因为我们有计划、有策略。我们相信棒球从来都不是只看纸上数据的运动。正是如此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，我们下次再会。